小白，小飞婶，你干嘛去啊？我这找你呢。找我？找我？你有事啊？当然有事了，婶啊，给你介绍对象呢。介绍对象？婶儿，真的假的呀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小白，你看你那么多年还一直单身着呢，这婶啊看着也替你着急呀，所以啊我就给你物色了一个。这闺女啊长得也挺漂亮的。是吗？婶儿，那人家能看上我吗？怎么看不上呀？你要对你自己有信心，咱长得又不比人差，你看这一表人才的，要样有样，要个有个的，是不是？那行，那我们见见呗。行啊，只要你愿意见见啊，我就跟人家约个时间。不过这女孩啊情况有点特殊。特殊？啊，没事儿，这我也能理解。你看我毕竟也没什么本事嘛，我也不要求多好。那行，那你答应了，我就跟他们约时间，到时候啊我电话通知你。行，没问题。那行，那我走了哈。那谢谢你了，婶儿，替我操心。没事，应该的，走了哈。好。哎呀，这太好了，要有对象呢。哎，小白，到了，就是这一家。进来吧。啊，门没锁。来啦！啊，来了，大美，你看，坐，这就是小白，啊，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大美。大美是吧？对，果然人如其名，长得挺美的，是吧？对，我都说长得挺漂亮的。那行，这你们俩也见了，那你们俩先聊着，我到外面溜达溜达。行，那小妹婶麻烦你了。没事，好好聊啊。好。您好，我是小白，今年25岁。好什么好？就会说这一句啊？不是，那个，哎，对了，我听小飞婶说，她说你情况特殊，你这儿哪特殊了呀？你是不是眼睛有问题啊？这那么大的肚子看不出来呀？哦，原来是怀孕了呀！这小飞婶也真是的，这都怀孕了还给我介绍啊！你什么意思啊？怎么？你还嫌弃我呢？我告诉你，我就算怀孕了，你这样的我也看不上。不，我不嫌弃。这反正呢，我也年纪这么大了，我这也娶不着媳妇儿。你这怀孕了也挺好的。你养得起吗？你有那个实力吗？实力？这还需要什么实力吗？你这不是废话吗？那媳妇儿你想1分钱不掏，人家就给你过日子啊？娶媳妇儿不得给彩礼吗？我告诉你，虽然我这怀孕了，但是我彩礼可不能比任何人差，并且还要比所有的女人高。这彩礼啊，必须得给50万。什么？50万？你都这样了还要50万？你这话说的什么意思啊？我哪样了？我还告诉你了，我之前我前男友可是给了我100万的彩礼呢。要不是因为我们俩其他原因没结成婚，我能坐在这里跟你相亲呀？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。可是我们家条件非常一般，这50万我们家拿不出来。连50万都拿不出来，你还出来相什么亲啊？丢人！我一看你就没钱，身上透露着一股穷酸味儿。姑娘，你这说话也太恶毒了吧？说我恶毒？我说的可是实话，本来就是穷酸嘛，怎么穷还不让别人说呀？我算明白，你前男友为什么跟你分手了，就是因为你这张嘴巴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就算他跟我分手了，我也不可能要你这样的人。你这种人根本不配跟我在一起。别说我现在怀着孕呢，就算我把孩子生下来，我生2胎，我当妈了，你这种人我都看不上。姑娘，怪不得啊，你大着肚子人家把你抛弃，你呀，真是活该。我告诉你吧，我要是有50万的话，我会娶你。想什么呢你？可惜啊，你做白日梦了。你别说50万，你500块应该都拿不出来吧你？
行了，既然你这么瞧不起我，那咱们话不投机就到此为止吧。我走了。小飞婶也真是，什么人都往我家里。小白，聊得怎么样？小飞婶，你给我介绍的是什么人啊？怎么了？还怎么了？你说她怀了孕就算了，她居然还跟我要50万的彩礼钱。什么？他给你要50万？是啊，而且说话还特别难听，各种侮辱我，说我们什么穷三样，根本就配不上她。哎呀，这个大美也真是的。哎呀，小白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咱不给他一般见识。到时候啊，实在给你介绍个好的。这我也没想到他是这个样子。婶儿，如果以后的这样的人都像他那样的话，你就别给我介绍了，我自己找。行行行，婶知道了，是婶没有打听好。行，婶儿，那我先走了。那行行行，你先回去吧，路上慢点啊。行。这个大美也真是的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跟人要50万彩礼。小飞婶，我正要去找你呢。你说你给我介绍的什么人啊？穷酸的要死，50万都拿不出来。大美，你还好意思说呀？我正要找这事说你呢。你说你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跟人家要50万？那我也不能不要彩礼吧？你要彩礼我可以理解，但是你也不能张口跟人家要50万呀。50万，咱们这一个村儿有要50万的吗？就再好的女孩，人家不能要50万，何况咱肚子里边还有一个呢。小飞姐，那我前男友那时候彩礼给我100万呢，我这只给他要了50万，我这都已经给他少了太多了，还要怎么样啊？是你前男友有钱，给了你100万彩礼，可是有什么用呀？你嫁进去了吗？这还不是没嫁进去，这孩子都怀上了，他怎么不要你了？你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呀？大美，你也别怪婶说话难听，你要认清现实。咱现在都怀孕几个月了，7、8个月了，再过1、2个月，这孩子都要生了。就算你能等，这肚子里面孩子能等吗？等到这个孩子一生下来，这吃奶粉、尿不湿，什么不要花钱呀？你说你一个女人家怎么养这个孩子呀？咱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找到一个愿意接手这个孩子的、老实能干、踏实的男人。你说你怎么对人家要求还那么多呀？今天我给你介绍这个小白，你看多好呀！人家要模样也有模样，只不过是家里穷了一点。那穷怕什么呀？这人又不会穷一辈子。你说你跟人要50万，还说话那么难听，把人家气走了。你说这么好的人，你上哪去找呀？小飞姐，你别说了，我知道错了。那要不你再跟小白好好说说，我不要彩礼了，你问他还愿不愿意再给我见一面。哎呀，你说你大美，你这是何必呢？刚刚人家来了，这好好的见面，你把人家凶走了，这现在还要让我去说？行，为了你啊，我就豁出这张老脸了，我再去跟你说说。谢谢你啊，小飞婶。大美，婶刚刚说的那些话虽然难听，但都是事实，你可得好好想一想。好，我好好想想。那行，那我就再去上小白家，我再跟他好好说说，看这孩子愿不愿意。好，那我走了。